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的一期《吉星高照》。那今天呢，又很开心请到了我们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先请他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每次跟杨洋见面都觉得你容光焕发，非常状态好。那今天呢，我们不一样，身份不一样了。今天是作为我们夏彤的首位代言人。那我想问你啊，代言人了，让你用6个字来形容这个品牌的话，你用哪6个字会比较合适？活力、欢乐、创新，巨无设限。对。那巨无设限这个主题，其实是我们夏彤很在乎的一个主题嘛。你对于这个主题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等待美好，相聚本身就是美好。那夏彤这次其实推出了3款核心的产品啊，那你可以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个口味的气泡酒？我个人吗？你猜？我自己很喜欢的是夏彤喜，因为它是宝石红的颜色，其实放在我们的餐桌上会非常的美，而且很适合中国人对于对夏彤的喜其实是有中国元素在里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吃火锅的时候啊，真的可以用。对。那你个人喜欢喝哪个呢？Rosé 就玫瑰的那一款，我觉得它的很棒，它的口感就是有一些果香嘛，然后有一点点的甜味，但是那种甜又不会那么的腻，就很清新。而且除了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似乎也很适合，比如说情侣，然后情侣之间的约会啊，小酌一点点，一个小甜蜜的感觉。那假设我们刚才已经有2款产品都已经给它设定好场景了，那么还剩下一款，你觉得是什么样场景比较合适？是任何的场景它都挺合适的，然后百搭款，就是日常任何的时候，你想要喝一杯好酒，对，都可以来开它，随时随地。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遇见夏彤是什么时候？我记不得具体的时间，但是一定是和朋友之间，因为其实夏彤起泡酒确实味道很好。那你私下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消遣呢？因为我最近在拍戏嘛，是。如果说我最近晚上收工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我可能真的就是会约朋友，大家去聚餐啊，然后去小酌一点，时刻享受这种美酒的感觉。但是我跟你讲到吃饭这件事情，你最近又被拍到去吃铁炖锅了。铁锅炖，对，铁锅炖，对。然后粉丝还调侃说你是横店铁锅炖的包年用户。然后如果我很好奇啊，如果让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食物，让你比如说你拍戏的时候，然后可能连续多少天只能吃那一样，你会挑哪一种食物？铁锅炖，因为啥都有。铁锅炖确实最近吃的比较多，VIP 用户。对，然后确实也挺好吃的，是在一起啊，就味道也不错。那你觉得铁锅炖这种食物，这种特别喜气洋洋的菜，适合夏彤吗？太适合，太适合也可以，适合我们那款喜啊，喜可以的。对。所以其实洋洋讲的没有错，夏彤其实永远有一款酒，你可以选择在任何场景里去搭配。那前段时间还有人问你说，就说你在网上问大家说 YYDS 是什么意思？你现在还记得吗 ？YYDS？ 我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对，所以你是属于平常不太去接触到这些网络流行词语的人吗？没有，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正好有时候会拍戏，然后有时候空闲的时候会就是上网嘛，冲浪一下。冲浪这个词，冲浪这个词应该发生在什么20世纪或者21世纪初啊？是，我们就享受网上生活，对，享受网上生活。然后呢，就看到 YYDS，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 YYDS 是什么呢？然后我就是有没有去查，特意的去查，我就问工作人员说，这个 YYDS 什么意思？他们也不告诉我。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去发个微博呀，你就发微博问一下 YYDS 什么，我就发微博了。然后就一堆粉丝来帮你解释，对，就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呢。那你有没有比如最近在掌握一些新的网络词语？没有，自从 YYDS 之后，因为它现在 YYDS 有一些别的解释。是。那讲到互联网，我们不但有最新的事物，互联网也有记忆，所以互联网会有很多这个你过去憨憨时刻的记忆，比如说喝酒漏啦，要先系安全带再关车门，已经不想回顾了是吗？那有没有哪张图是你最想要回到过去把它给删除的？挺多的，挺多的，批量删除。前段时间就是也是在一次活动的现场，社死现场。然后新网络词语出现了啊！社死是什么意思？来，大家自己去那个百度一下。就是喝酒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真的不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我一定不是那个样子。那从古装言情到电竞到军旅题材啊，其实你演绎角色，不管是从题材还是到性格上，都是不设限的。
这其实跟我们夏冬季要追求的就是娱乐或者欢乐或者幸福不设限是一样的道理啊。那能不能说一说你其实接角色的时候，你最看重什么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首先它这个故事的剧本的这种故事性，以及说这个人物是不是你喜欢的，是不是吸引你的。我觉得喜欢和你喜欢这个角色之后，你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嘛。就你先去爱这个角色，先去了解这个角色的一切，才会觉得我演这个角色会有更多的突破吧。那你有没有什么角色你还没有尝试过，但你特别想要去试一下的呢？飞行员。所以飞行员你为什么想要去演它？你想要去演那种驰骋在蓝天的感觉？就是我觉得飞行员很不一样，就觉得他很酷，然后就是操作的，就是他的专业性啊，是以及等等那种精密度啊，特定职业带来的魅力，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那你其实演军旅题材演了很多，我们也知道你非常适合这一类的角色，因为穿军装就特别帅气。但是演绎这种军旅或者军装扮相的角色的话，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挑战或者是难度？当然有挑战。因为我之前虽然当过兵啊，但是我也是一个文艺兵嘛，是，就其实和真正的那种，比如说部队啊，什么特种部队什么，就比如我之前演了一个武警的战队员，这种还是有些区别的。就你们训练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对，所以说对于我而言，就是我也是在去挑战一个角色吧。那我知道其实拍这种军旅题材也好，或者是一些有很多动作戏的一些这种剧或者电影也好，可能会对于你本身去演绎一些动作戏有很高的要求，那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受伤的情况出现。但是我们知道你又是一个舞蹈科班出身的，那舞蹈科班出身其实会要求你们非常在惜爱护自己的一些身体，就可能不要轻易去受伤，因为会影响到演出。那这其实两者之间的这么一个身份是会存在一定的小小的矛盾的。那你是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呢？这个平衡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现场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因素在里边，或者你对于整个剧或者整个角色，你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有的时候到现场拍戏啊，就这场戏，情绪戏也有一些打斗的戏。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当下那一刻演的那个过程中，其实是会忘掉很多东西的。你不会在意说我这个自己过去是什么，一定要保护自己或者是怎么样。那知道下半年其实会迎来你的生日啊，那这次也是我们的30岁生日，你有没有什么计划会办一个生日会或粉丝跟我们透露一下？今年巨无射线。你这句话真的是耐人寻味，到底会不会办生日会或者粉丝会呢？巨无射线，我们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一些提前的物料发出来就知道了。那最后给我们透露一下最近的一些工作的动向吧。最近我正在拍摄一部新的电视剧，潜势天下。这次在潜势天下中饰演的是，等于是有2个身份吧，一个是江湖上的身份，是黑风息，另外的一个身份就在朝堂之中，我是一个二儿子，就父王的二儿子，然后叫风兰息，就是其实我的这种我对于天下的这种运筹帷幄，也不能说运筹帷幄吧，我看到天下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江湖上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朝堂中所说的那样，然后就会去保护这个天下等等。所以听起来也是一个需要情绪或者是演绎的这种方式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转变的差异性的这样2个角色。对，2角色是同一个人吗？都是我，都是你，只是造型有一丢丢不一样，就是2个不同的身份在。对。那我们也很期待杨洋在新的剧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演绎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不同场合里的他的性格。那也是一样，我们巨无射线，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里面看到一个不设限的杨洋，带给我们全新的创作。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巨无射线，拜拜。